我能听见肚子里宝宝的心声，只因双胞胎姐姐为了嫁入豪门，劝我放弃孩子，因为我怀了陆氏总裁陆昭衍的孩子。姐姐谎称陆昭衍喜欢的是她，为了成全姐姐和姐夫，我决定当个坏妈妈。起身准备去医院时，我的脑海里响起了宝宝的声音：妈妈，你个猪脑子，我爸等的人一直是你，他早就想撤了外面那个白莲花大姨了。宝宝，你的意思是姐姐骗我，我才是陆昭衍喜欢的人？对啊，而且大姨才是冒牌货，她顶着你的名字和你的人生，现在还想骗你打掉我，然后她好嫁入豪门。那不好意思了，姐姐，孩子、男人和钱我全都要了。几分钟前，姐姐沈清紧紧握住我的手，哭得梨花带雨，那张清纯漂亮的脸上满是宽容与大度。小月，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我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昭衍他认错了人，我不怪他，可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们的污点，你把他拿掉，我们还是最好的姐妹。几分钟前，我真的信了，我信了他这副圣母嘴脸，愧疚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但现在听着肚子里宝宝气急败坏的怒吼，我只觉得无比荒唐。真会演，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明明是他偷了妈妈你的身份，又嫉妒我爸喜欢你，才故意设计让你喝下那杯酒，现在把你骗走，他正好趁虚而入抚慰爸爸。我爸早就说过他那副装腔作势的假仙样子了，那晚在房间里等的就是妈妈你。妈妈，你千万别上当，你要是真去倒了胎，他下一秒就去告诉我爸她怀孕了，到时候你就等着被他踩进泥里，一辈子都别想翻身。我猛地抽回被他握住的手，沈清脸上的悲痛有了一瞬间的僵硬。姐姐，别演了，这孩子我要生，陆昭衍我也要定了。沈月，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这样？我懒得再和他多说一个字，转身就回了房间，拖出我那个破旧的行李箱。你想去找昭衍，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这个小偷、强盗，你偷了我的一切！我呸！谁是小偷？他的人生是靠着妈妈你的天才设计稿在设计结婚的风生水起，是靠着妈妈你打工赚的钱去买奢侈品包装自己，现在竟然有脸骂别人是小偷，真是贼好捉贼，脸皮比城墙还厚。宝宝的吐槽让我心里有点难过，但又有一阵快意。沈清，我们虽然是双胞胎，但是我不仅把大学录取名额让给了你，还打工供你读书，你承诺将来出人头地养我一辈子，我当真了。可现在呢，还你的一切，你确定那是你的人生，而不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吗？我的话像一把利刃，精准地戳中了他的痛处。沈月，你敢走，你走了就别回来。你以为陆家会要你这种声名狼藉的女人吗？你不过是自取其辱。我脚步没有丝毫停顿，自取其辱，那也得试过了才知道。陆昭衍，我来了。我站在陆氏集团辉煌的大厅里，渺小的像一粒尘埃。小姐，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预约的话，陆总是不会见任何人的。我忐忑地报上了沈清的名字。我们这边查过了，沈小姐今天没有任何行程。这位女士，请您不要在这里冒充陆总的未婚妻，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公司的形象。这个前台有眼无珠，我爸早就交代过了，只要看见长这张脸的，就直接带上去，肯定是独大一搞的鬼，提前打过招呼了。妈妈别急，爸爸的李特助下来了，他肯定认识妈妈你这张脸。沈小姐，李特助。沈小姐，陆总在等您，请跟我来。宝宝说的没错，陆昭衍在等我，他知道我会来。前台小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表情精彩纷呈。来到办公室，李特助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而陆昭衍冷冷地看着我，说吧，要多少钱？他果然知道我是谁，想用钱来打发我。张爸，我爸还在那装，心跳都快200了，手心里的汗都能养鱼了。我看他就是个怂包。妈妈上啊，拿出你当年干翻3个小混混的本事，我看他还怎么装。有了宝宝为我出谋划策，我毫不畏惧地直视着他。陆昭衍，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以为他会暴怒，会叫保安把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扔出去，可他却忽然笑了。嘿嘿，沈月，你胆子真不小。我只是来通知你一声，毕竟你是我孩子的父亲。爸爸他好紧张，他想摸你的肚子，又不敢。妈妈继续猛攻。怎么不敢承认？那一晚你嘴里叫的可不是我姐姐的名字，你叫的是月月。女人，你在玩火。我就是在玩火，陆总，你敢接吗？女人，你在玩火。我就是在玩火，陆总，你敢接吗？四目相对，空气中仿佛有电光在噼啪作响，最终他败下阵来。李特助，送沈小姐去云顶水庄，通知最好的医疗团队和营养团队过去，24小时待命。在我没想好怎么处理你和这个孩子之前，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来到云顶水庄，我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一个顶级的医疗团队，一个专业的营养团队，外加20几个保镖和佣人，一天24小时围着我一个人转。看来陆昭衍是在用这种方式彰显他的在乎和紧张吗？然而安稳的日子还没过上2天，沈清就找上了门。沈月，你还真是好手段，居然能让昭衍把你藏在这种地方。有事，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伯母已经知道你的事了，她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陆家最看重门风和名声，你觉得他会允许一个不知廉耻、靠着卑劣手段上位的女人生下陆家的长孙吗？这个毒妇，
跑去跟奶奶告状了，还添油加醋，说你私生活混乱，水性杨花，不知检点。他想借奶奶的手除掉我吗？妈妈，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得逞。王姐，以后小月的饮食就要辛苦你多费心了。沈清塞给他一个厚厚的红包，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却刚好能让我听得一清二楚。他在收买人，他想在你的饭菜里下毒。那个叫王姐的已经动心了，好狠毒的心！你被解雇了，你被解雇了。姐姐，在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来撒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解雇我的人？这是陆昭衍的母亲，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伯母，您看他，我好心好意来看他，他却解雇您的佣人，简直无法无天了。不知廉耻的狐，勾引亲姐姐的未婚夫，还真以为自己能成为主人。我陆家门风容不得你这等心思歹毒之人。他拿出一本支票簿，刷刷撕下一张，姿势轻蔑地扔在我脚下。1000万，拿着钱，立刻滚出我儿子的世界！你肚子里的那个也马上去给我处理干净！气死绑宝宝了，竟敢骂绑宝宝是等我出生了，要你追孙火葬场！妈妈，别怕他，奶奶就是个纸老虎，他被那个毒大姨骗惨了，他做梦都想要个乖孙。快把 B 超当甩他脸上，让他看看本公主有多倾国倾城。只要让他感受到我的存在，他马上就得跪下唱征服。伯母，钱我不能要，但这个孩子是我和陆昭衍的，无论您承不承认，他身上都流着陆家的血。陆母的视线落在 B 超单上那个小小的、模糊的生命影子上，眼神有了一瞬间的恍惚和动容。伯母，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谁知道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昭衍的？他以前在学校名声就不好，跟很多男人都纠缠不清。闭嘴！他以前在学校名声就不好，跟很多男人都纠缠不清。闭嘴！陆昭衍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门口，一步一步走了进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我的女人，我的孩子，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你为了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昭衍，你有没有吓到？爸爸帅爆了，男有力直接拉满。我宣布，他暂时通过本宝宝的初步考核了。妈妈，快趁热打铁，引导。你不是最会张柔弱了吗？赶紧给他表演一个楚楚可怜。我接收到指令，身体一软，顺势向陆昭衍坚实的胸膛里倒去。小月，医生，快叫王医生过来。孕妇情绪波动过大，导致胎气不稳，必须静养，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对不起，是我没有处理好，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了。我看着他眼中的愧疚和自责，也许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冷漠无情。这时，沈清像个疯子一样冲了进来，他拿着手机，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报复性的狂喜。陆昭衍，你被他骗了！陆昭衍，你被他骗了！沈月，他根本不爱你，他背叛了你！你看，这是什么？画面中，一个女人的身影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她正和一个满脸横肉的陌生男人纠缠在一起，举止亲密。这是我花了大价钱才弄到的，视频上的日期就是上周3。昭衍，你那天出差了，而他跟所有人说他不舒服，一个人在别墅休息，原来是跑出去私会情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陆昭衍，你被他戴了天大的绿帽子。我颤抖着看向陆昭衍，他也在看我。沈月，给我一个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换做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就在我万念俱灰，准备放弃挣扎之际，宝宝的声音像一道撕裂黑暗的闪电，猛地照亮了我的脑海。妈妈，别怕，这个视频是假的。视频里的女人是毒大姨沈清自己，她身上穿的那件连衣裙是你上个月觉得不好看扔掉的，她偷偷捡了回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上周3爸爸根本就没有出差。最重要的一点，上周3爸爸根本就没有出差。他那天开着车，在咱们别墅外面的林荫道上偷偷看了你一整天。他怕你一个人在家会胡思乱想，又拉不下面子进来陪你，他能为你作证。我的脑子瞬间清醒，原来陆昭衍那天一直都在，也就是说，他也在等我一个解释，或者说等我一个求救的信号。对啊，爸爸知道视频是假的，就是死了交，要你求他。姐姐，你说这段视频是上周3拍的？当然，铁证如山，你还想狡辩吗？我没有狡辩。我只是很好奇一件事，陆昭衍，陆总，你上周3真的出差了吗？陆昭衍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直接拨通了李特助的电话。去查一下上周3沈清小姐一整天的行踪，入住过哪家酒店，见过什么人，我要最详细的报告，10分钟之内发到我邮箱。另外，立刻调出云顶水庄那天所有的监控录像，一帧都不要放过。昭衍，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你竟然为了这个人怀疑我？在我看到证据之前，你最好祈祷你没有骗我。不到10分钟，所有的证据都发来了。第一张是沈清上周3和一个流里流气的黄毛男人一同进入房间的监控截图。第2张是我一整天都待在庄园的花园里看书、浇花。第3张是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整整14个小时，都静静地停在庄园对面那个隐蔽的街角。那辆车是陆昭衍的。视频里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一直用你家公司财务漏洞
敲诈勒索你的高利贷头子吧？沈清，你为了陷害小月，不惜把自己和那种人渣的丑事拍下来，伪造成他的样子，你真是让我恶心。不是的，昭妍，你听我解释，我都是被逼的，我是爱你的。给我滚！小月，对不起，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怀疑你。陆昭妍，你是个混蛋。是，我是混蛋，以后再也不会了。大获全胜，卢大姨滚蛋了！爸爸妈妈要开始撒糖了，本宝宝的亿万家产稳如泰山了。沈清的下场比我想象中还要凄惨，她的丑事被捅给了媒体，也从设计界新星沦为人人喊打、声名狼藉的过街老鼠。而陆母亲自登门道歉，拉着我的手，哭得老泪纵横。儿媳妇，是我有眼无珠，识人不清，差点害了我盼了半辈子的大孙子。从此以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此以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一定比你亲妈还要亲。之后的日子，他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和工作，几乎24小时陪在我的身边，给我排队买我想吃的小笼包，包下整个影院，只放给我一个人看。从那个冷漠无情、杀伐果断的活阎王，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妻奴。小月，是我太自大了，让你受了这种委屈。我爱的一直是你，沈月小姐，你愿意嫁给我，让我和宝宝照顾你一辈子吗？求婚了，求婚了！妈妈快答应他，我要住白金汉宫那样的城堡，我要开全世界最盛大的派对，我要全世界最豪华的婚礼。好的，宝贝，如你所愿。我们的婚礼办得空前盛大，陆昭妍几乎请来了全城的名流权贵，用一场极尽奢华的世纪婚礼，向全世界宣告了我的身份。陆昭妍把我宠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我什么都不用做，每天的任务就是吃睡刷他的黑卡买，以及应付我肚子里那个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搞的小祖宗。妈妈，我累了，我要喝新西兰皇家牧场最顶级的有机奶粉。妈妈，这个摇篮是哪个村里做的？太丑了！我要睡香了88颗南非钻石的黄金婴儿床。妈妈，那个护工的指甲太长了，会刮到本公主娇嫩的皮肤，快把它换掉，立刻，马上！于是，我们家刚出生的小公主就过上了挥金如土、极尽奢靡的奢华生活。完美收官，本宝宝总算可以安心躺平，继承这泼天的富贵了。我亲了亲女儿肉嘟嘟、带着奶香的小脸蛋。我知道我们一家人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接亲的日子，苏家别墅外热闹非凡，车队、媒体齐聚。苏婉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新郎顾成宇。婉，成宇来了，好大一排劳斯莱斯，媒体都挤爆了，我这就出去。苏婉笑着朝顾成宇跑去，然而顾成宇却越过了他。成宇哥，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着凉了怎么办？苏小姐，这是怎么回事？您不是今天的新娘吗？传闻顾总和苏雪小姐关系不一般，是真的吗？小婉，你先回房间去，这里交给我们处理。苏婉，你又在闹什么？今天是你和成宇的日子，别让大家难堪。顾成宇，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今天我要娶的人不是苏婉。苏婉跟你谈恋爱不过是我和朋友的一个赌约，我赌我能在半年内让你爱上我，并且心甘情愿地嫁给我。现在看来是我输了，因为我发现我真正爱的人是雪儿。把记者赶走，别丢人！你想逼死雪儿？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苏婉脑海响起，检测到宿主心死值达到100%，脱离世界系统已激活。任务，那就如你们所愿吧。苏婉，你干什么？成宇哥，他别冲动啊！一辆疾驰的汽车眼看就要撞上苏婉，这个世界我受够了，终于离开了。苏婉出现在一个未知的空间，面前出现一个虚拟的界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1亿元已发放到指定账户。您可以选择新的世界进行体验，或者留在本空间休息。我要重新开始，选一个新的世界。请选择世界类型，有都市逆袭、仙侠修仙、古代宫斗等。都市逆袭，我要在新的世界活出自己。确认选择，即将传送。苏婉眼前再次白光一闪，她进入了新的世界。小婉被2个保镖架着回到了别墅，婚纱已破败不堪，她的心也如这婚纱一般支离破碎。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小婉，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雪儿的抑郁症刚好1点，你今天这么闹，万一她想不开，你让我们怎么办？从今天起，你就在这个房间里好好反省，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手机、电脑，所有能联系外界的东西全都交出来。你好自为之，别再给家里添麻烦了。为什么你们都只看到他，看不到我？小婉的手机、电脑和平板都被收走，门被反锁，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人。接亲的车队走了，红毯也卷起来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可我的心却好痛。小婉想到顾成宇此刻应该正带着苏雪去参加他们原本的婚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会牵着他的手，接受祝福，给他戴上戒指，说我愿意。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因为我不是苏家亲生的，18年的陪伴都能被一笔勾销吗？小婉陷入回忆，
小时候家人对他的疼爱与现在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小时候爸爸会把我抱在腿上，妈妈会守在我床边，哥哥会护着我。可苏雪回来后，一切都变了。我不能就这么被困在这里，我要弄清楚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对我。苏婉在地板上坐了很久，直到双腿发麻，才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桌前，看着书桌上放着的18岁生日照片，陷入回忆。那时候的我们笑得那么开心。苏婉想起苏雪回来后的点点滴滴，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改变，其实都是苏雪的阴谋。姐姐，我在养父母家从来没吃过草莓蛋糕，从来没穿过新衣服，也从来没人给我过生日。妹妹，别难过，这草莓蛋糕给你，还有这些新衣服也都送给你，姐姐再给你办个生日派对。妈妈，姐姐的房间能看到太阳，我住的房间有点暗，我有点怕黑。你是姐姐，让着妹妹应该的，你把房间让给她，好吧？妈妈，哥哥，我也想当歌手，可是我没有资源，姐姐能不能让哥哥帮我一下？雪儿有天赋，不能浪费，这综艺资源就给你了。哥哥，姐姐好幸福啊，有成宇哥这么好的未婚夫，我从来没人疼。雪儿，别难过，我会多关心你的。成宇，一次偶然，苏婉听到了苏雪和朋友的电话，才知道了真相。你放心，苏家现在全听我的。苏婉那个冒牌货，很快就要被我赶出去了。顾成宇也快上钩了，男人嘛，都喜欢我这样柔弱的。苏婉那种骄傲的样子，谁会喜欢？你是什么意思？姐姐，我没有，我只是跟朋友开玩笑，你是不是误会我了？苏婉，你又欺负雪儿，她有抑郁症，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吗？妈妈，不是这样的。从那以后，苏婉在这个家就成了恶毒的姐姐，无论苏雪出什么事，都是她的错。爸爸，我不小心打碎了您最喜欢的古董花瓶。没事，碎了就碎了。爸爸，真不是我。哥哥，我在剧组吊威亚摔伤了腿。苏婉，是不是你动了手脚？我就知道你嫉妒雪儿。哥哥，我没有。苏婉回想着这些事，眼神逐渐坚定，她决定改写这一切。苏雪，我不会再让你得逞了。敲门声突然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谁呀？门外传来一个略显尖刻的声音。大小姐，是我，张妈。先生太太吩咐了，让我给您送饭。张妈是苏雪回来后，妈妈专门请来照顾苏雪的保姆。她对苏雪比对谁都好，对我却向来没什么好脸色。我走过去打开门。大小姐，趁热吃吧。哦，不对，您现在已经不是大小姐了。一个冒牌货，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霸占我们雪儿小姐18年的人生，现在该还回来了。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我怎么说话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雪儿小姐才是苏家真正的千金，你不过是个被抱错的野种，还想嫁给顾先生，真是痴心妄想。顾先生那样的人，只有我们雪儿小姐才配得上。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野种，你以为先生太太还疼你吗？他们现在心里只有雪儿小姐，你就在这个房间里好好反省吧，最好永远别出来，省得碍了雪儿小姐的眼。我看着她这副嘴脸，突然觉得很可笑，可我现在没有力气跟她争辩，只想赶紧吃完东西恢复力气。我拿起筷子，刚想夹一口米饭。干什么？就你这样的冒牌货，也配吃苏家的饭？这饭啊，给狗吃都比给你吃强。你干什么？房间里，我与张妈起了冲突，气氛紧张至极。我气得浑身发抖，刚想站起来跟张妈理论。你怎么能这样？我本就身体虚弱，被她这么一推，踉跄着向后倒去，后脑勺重重的磕在了书桌的角上。啊！我摸到了一片温热的液体，是血。而张妈看到我流血，非但没有害怕，反而眼中闪过一丝快意。哎呦，流血了啊！真是对不住了，我不是故意的。不过你也别怪我，这都是雪儿小姐的意思。雪儿小姐说了，您这种人就该好好教训一下，让您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安分守己。她还说了什么？雪儿小姐还说了，最好是把您的腿打断，让您这辈子都别想再出去勾引男人，尤其是顾先生。她说顾先生是她的，谁也抢不走。你别过来！雪儿小姐说了，今天一定要给您一个教训，让您记住什么该抢，什么不该抢。救命！我的声音刚落，木棍就狠狠地落在了我的左腿上，咔嚓一声脆响，我的腿断了。但张妈没有停手，一棍接着一棍，疯狂地砸在我的身上。让你抢雪儿小姐的房间，让你抢雪儿小姐的衣服，让你抢雪儿小姐的顾先生，你这个冒牌货就该下地狱！不要！疼痛让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微弱，求生意志低下，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否则将被判定为任务失败，灵魂将永远困于本世界。不，我不要！强烈的求生欲让我瞬间清醒过来，我决定要逃出去。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撞开。张妈，你这是在干什么？雪儿小姐，我是按您的吩咐。谁让你这么做的？
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你别装了。哼，你以为你还能怎么样？不过现在不能让你死在这里，坏了我的计划。张妈，把他送到医院去。是，雪儿小姐。张妈扶起我，我虽然身体疼痛难忍，但求生的意志让我强忍着。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揭露苏雪的毒计。到了医院，我被推进了病房。苏雪和张妈在病房外交谈。张妈，这次事情办得太鲁莽了，要是被发现是我指使的就糟了。雪儿小姐，我错了。那现在怎么办？先看看他的情况，要是他醒了，想办法堵住他的嘴。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我决定要寻找机会，利用系统的提示完成任务，揭露苏雪的阴谋，让自己脱离这个充满背叛和暴力的世界。张妈打累了婉婉，将木棍随手扔在地上，又把门锁上离开了。房间里只剩浑身是伤的婉婉。算你命大，今天就先到这儿。要是再敢跟雪儿小姐抢东西，下次就不是打断腿这么简单了。婉婉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左腿剧痛，她咬着牙艰难地向床边爬去。不能晕过去，一旦晕过去，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终于爬到床边，婉婉想起藏在床垫下的备用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婉婉摸到备用机，心里一阵狂喜，解锁手机拨通了林月的电话。婉婉，你怎么样了？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通。婚礼上的事我都听说了，顾成宇那个王八蛋，还有你家里人，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月月，救我！你在哪里？你怎么了？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虚弱？我在苏家别墅的房间里。张妈受苏雪的指示打我，我的腿断了，流了好多血。什么？苏雪那个贱人，张妈那个老东西。婉婉，你别急，我现在就去救你。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计划？月月，我想去星辰酒店，去顾成宇和苏雪的婚礼现场。你要去那里？你想在他们的婚礼上做了断？是，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我死，让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噩梦里。月月，你能不能帮我？我需要你帮我制造一个机会，让我从这里逃出去。好，婉婉，我帮你。你等着我，我马上就想办法。挂掉电话，婉婉靠在床边，看着地上的血迹和窗外。顾成宇和苏雪的婚礼应该已经开始了吧？很快，我就会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婚礼现场热闹非凡，顾成宇和苏雪正在接受众人的祝福。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苏雪的婚礼，今天真是太开心了。林月想办法引开了看守的人，来到房间救婉婉。婉婉，我来了，我们赶紧走。好。林月背着婉婉，快速离开了苏家别墅，前往星辰酒店。婚礼进行到一半，突然大门被撞开，林月背着婉婉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都别忙了，看看这个新人干的好事。这是怎么回事？婉婉，你怎么来了？顾成宇，苏雪，我来给你们送新婚大礼了。你想干什么？我要让你们知道伤害我的代价。婉婉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证据，揭露了苏雪和顾成宇的阴谋。大家看看，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他们为了利益背叛我，伤害我。没想到是这样。婉婉，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我没胡说，你们会受到惩罚的。婉婉说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婉婉，快叫救护车！最终，顾成宇和苏雪的阴谋被揭露，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婉婉也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婉婉被困在房间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意识越来越模糊，左腿的剧痛让她几近失去知觉。不能睡，一定要保持清醒。突然，楼下传来细微骚动，刺鼻烟味从门缝钻进，紧接着火警铃声响起。来了，这是和林月约定的信号。婉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地上爬起来，扶着墙壁挪到窗边。房间在2楼，跳下去太危险，得想办法。婉婉看向床上的床单，有了主意。她走到床边，用力撕扯床单。这床单真结实，费了好大劲。婉婉把床单撕成布条，又拧成一股掌绳。她把长绳一端绑在床角上，另一端扔出窗外，应该能承受我的重量。婉婉爬上窗台，坐在窗沿，身体悬在半空。好冷，左腿好痛。手心被磨破，左腿伤口裂开，鲜血直流。但婉婉咬牙坚持下滑，一定要逃出去。终于，婉婉的脚触碰到地面，成功了，我逃出来了。婉婉拖着断腿，拼命向别墅外跑去。身后火光冲天，别墅里传来叫喊声：着火了，快救火！大小姐还在房间里，快救大小姐！婉婉跑了没几步，看到拐角处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灯闪了2下。是林月。婉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过去，拉开车门滚了进去。婉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你的腿，你的头。别说了，快送我去星辰酒店。婉婉，你真的想好了吗？为了那群人渣，不值得。你还有我，还有你的未来，你不能这么傻。值得，我要让他们后悔一辈子。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噩梦。车子在马路上飞驰，林月一边开车，一边跟苏婉说着外面的情况。婉婉，你知道吗？顾成宇和苏雪的婚礼，现在已经成了全网最大的笑话。
这么严重吗？顾城宇赌约苏家真假千金世纪婚礼变闹剧这几个词条，霸占了所有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全是骂顾城宇和苏雪的，还有骂你家里人的。没想到外界的反应这么大，网友们都在同情你，说顾城宇是渣男，苏雪是白莲花，你家里人是帮凶。苏家和顾家的股票今天开盘就跌停了，好多合作方都宣布要和他们解约，估计用不了多久，他们两家就要垮了。苏家和顾家垮了又怎么样？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永远都弥补不了。不过还有更解气的，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好多记者都堵在星辰酒店门口，想采访顾城宇和苏雪，他们现在肯定焦头烂额，想躲都躲不掉。焦头烂额，这只是开始，等我到了酒店，会让他们更热闹。对了，婉婉，我给你带了一件外套和一顶帽子，你先穿上，遮住伤口和血迹，省得在路上被人认出来。谢谢你，月月。跟我还客气什么？婉婉，等这件事结束了，我们就离开这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好不好？车子很快就到了星辰酒店门口，这里果然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保安筑起了一道人墙，勉强维持着秩序。顾总，苏小姐，请你们说几句话，关于赌约的事，是真的吗？苏婉小姐现在在哪里？婉婉，我陪你进去吧，万一出事，我还能帮你一把。不，月月，接下来的路我要自己走，你在这里等我就好。如果我回不来，就把这个交给警察，让苏雪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婉婉，苏婉一步一步走向那个金碧辉煌却如同地狱入口的酒店大门。苏婉走进酒店，来到婚礼现场。此时顾城宇和苏雪正试图躲避记者，脸色十分难看。顾城宇，苏雪，你们没想到我会来吧？苏婉，你怎么来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想闹事吗？闹事，或者是来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了。这是张妈承认受你指使想害我的录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假的。假的？你以为你能一直掩盖你的罪行吗？现在全网都知道你们的丑恶嘴脸，苏家和顾家也因为你们即将垮台。苏婉，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毁了我们。我会让你们为伤害我付出代价，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真面目。这时记者们听到动静围了过来。苏婉小姐，这是怎么回事？能给我们说说吗？各位，今天我要揭露顾城宇和苏雪的丑恶行径。顾城宇和我有过赌约，却在婚礼上抛弃我，选择苏雪，而苏雪为了上位，指使张妈害我。是真的吗？有证据吗？这就是证据。录音里张妈已经承认受苏雪指使。这是苏婉陷害我。你们别听他乱说。那顾总，苏小姐，你们怎么解释现在网上的舆论和苏婉拿出的证据？现场一片混乱，顾城宇和苏雪在众人的质问下狼狈不堪，而苏婉终于在这一刻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苏婉拖着断腿混进酒店，来到了顾城宇和苏雪婚礼所在的顶楼宴会厅门口。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大门推开的巨响让原本热闹的婚礼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苏婉身上。苏婉，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来了？快把他赶走！婉婉，你这是干什么？婉婉，你先冷静一下。我当然要冷静的看看你们这对新人的丑态。顾城宇，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却和我妹妹在这里举行婚礼，你对得起我吗？苏婉，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别在这里闹事。结束？顾城宇，你听听这个，这是假的，是你伪造的。伪造？苏雪，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天衣无缝吗？顾城宇，你为了苏家的财产和苏雪联合起来害我，你们以为我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吗？婉婉，这是真的吗？爸妈，这都是真的，他们害得我遍体鳞伤，你们却还为了苏家的面子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好啊，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事！苏婉，你别以为拿出这个就能怎么样，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录音是真的？证据？我自然有，我还有他们陷害我的视频，到时候我会把这些都公布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丑恶嘴脸。程宇，我们怎么办？苏婉，你别太过分，你要是敢公布出去，我不会让你好过的。顾城宇，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威胁我吗？今天我就是要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现场的宾客们议论纷纷，对顾城宇和苏雪投来鄙夷的目光。苏婉的父母和哥哥站在了苏婉这边，支持她揭露真相，而顾城宇和苏雪则陷入了慌乱和恐惧之中，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宴会厅里安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满脸是血、腿部受伤的苏婉身上。那是谁啊？怎么穿成这样？好像是苏婉小姐。她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不是说被苏家关起来了吗？天哪，她的脸上有血，腿好像也断了。
记者们如饿狼般疯狂地将镜头对准苏婉，快门声不绝于耳。姐姐，你怎么来了？你的脸，你的腿，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哼，少在这里惺惺作态，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指使张妈打我。苏婉，你闹够了没有？谁让你来这里的？滚出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滚！顾成宇，你忘了吗？这里原本是我的婚礼现场，今天本该是我穿着婚纱站在你身边，接受所有人的祝福。该滚的人是你和你身边这个披着白莲花外衣的女人。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想抢你的东西。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指使张妈打我？为什么要让她打断我的腿？为什么要编造那些谎言，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恶毒的姐姐？苏婉，你不要血口喷人。雪儿那么善良，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肯定是你自己不小心摔伤的，想赖在雪儿身上。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善良？苏雪要是善良，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你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这时，苏振华和林芷从主位上快步走到苏婉面前。逆女，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快跟我回去。小婉，孙妈妈求你了，别闹了，跟我们回去好不好？你有什么委屈，我们回家再说，别在这里让别人看笑话。回家？我哪里还有家？从你们为了苏雪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家了。姐姐，你别这样说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为你好。为我好？为我好会任由你欺负我，任由别人把我关起来？你们苏家还有顾成宇，我苏婉今天把花撂这儿，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苏婉拖着受伤的腿，在众人的注视下，艰难却又决然地转身离开宴会厅。曾经我以为家人和爱情都是我的依靠，现在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我不会就这么算了。苏雪、顾成宇，还有苏家，我要让你们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宴会厅里气氛紧张，苏婉与家人和顾成宇等人正陷入激烈的对峙。家？我早就没有家了。你们的家只有苏雪一个女儿，我不过是个多余的人。苏婉，你这说的什么话？苏婉，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非要逼死我们才甘心吗？雪儿的身体不好，有抑郁症，经不起你这么刺激。你要是真的还有点良心，就赶紧离开这里，别再伤害雪儿了。又是苏雪，又是抑郁症，他们永远都只想着苏雪，永远都觉得是我在伤害她，可他们不知道，真正受伤害的人是我。苏雪，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一句你没有指使张妈打我？你敢不敢说我身上的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指使张妈打你，是你冤枉我。我冤枉你？我这里有录音，里面有张妈承认受你指使的内容，你想不想让所有人都听一听？成宇哥，你相信我，我没有。是姐姐，是她伪造的录音，她就是想毁了我。苏婉，你别太过分了。雪儿那么单纯，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你赶紧把手机收起来，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不客气？顾成宇，你对我还不够不客气吗？你骗了我5年的感情，把我们的爱情当成赌约，在接亲日当着所有人的面背叛我，现在还想护着这个伤害我的女人，你到底有没有心？我承认，我之前是骗了你，但是我现在是真心喜欢雪儿的。苏婉，我们好聚好散，我会给你补偿，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补偿？你觉得我这5年的感情，我身上的伤，是你能用钱补偿的吗？顾成宇，你太天真了。还有，你以为苏雪是真心喜欢你吗？你以为她救过你吗？你什么意思？雪儿当然救过我，3年前盘山公路的车祸，是雪儿把我从车里拖出来的，她的胳膊上还有疤痕。疤痕？那不过是她自己弄出来的假象。3年前救你的人根本不是她，是我。苏婉的话如同一颗炸弹，在宴会厅里炸开，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她，包括顾成宇和苏雪。姐姐，你别乱说，明明是我救的成宇哥。苏婉，你拿不出证据就不要乱说。证据？我当然有。当年我救你之后，在医院留下了我的血液样本，医院记录可以证明。而且当时我身上有你送给我的玉佩，我把玉佩放在了你昏迷的身边，你醒来难道没发现吗？苏婉，你别狡辩了，说不定是你故意这么说的。苏明，你就这么盲目的护着苏雪吗？这么多年，她做了多少伤害我的事，你们都看不到吗？婉婉，你说的是真的吗？妈，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这么多年，我在这个家受了多少委屈，你们都不在乎。今天我把真相说出来，你们还不愿意相信我。就算当年是你救了我，那又怎样？我现在爱的是雪儿，
顾成宇，你真是无可救药。你以为你所谓的爱就能掩盖你曾经的背叛和伤害吗？成宇哥，你别听姐姐的，她就是想拆散我们。苏雪，你别再装可怜了。你以为你这样就能一直蒙蔽他们吗？今天我就要把你所有的恶行都揭露出来。顾成宇，3年前救你的人是我。你说什么？3年前救我的人是你？不可能，雪儿的胳膊上有疤痕，是救我是被玻璃划伤的。你身上没有？因为我当时救了你之后，就体力不支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苏雪已经在你身边了。她跟你说是她救了你。我当时跟你解释过，可你根本不信。你说只有胳膊上有疤痕的人才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还记得吗？我晕倒之前，把我手腕上的手链摘下来，放在了你的口袋里，那是你送给我的18岁生日礼物，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缩写。你可以去查一查，当年你醒来的时候，口袋里是不是有那条手链？顾成宇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好像在寻找那条手链。成宇哥，你别信他，他是在骗你。那条手链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他就是想抢功。是不是骗他？你心里最清楚。苏雪，你除了会装可怜，会撒谎，你还会什么？你伪造抑郁症病历，编造被养父母虐待的经历，抢我的房间、我的衣服、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爱人。你就这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你霸占了我的人生，你才是那个小偷。我霸占了你的人生？18年前是医院报错了，不是我故意要抢你的人生。这18年，我把苏家的人当成我的亲人，真心真意的对他们好，可他们呢？他们因为你的出现，就把我所有的好都忘了，把我当成仇人一样。到底是谁在霸占谁的人生？够了！你打，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对我下手。这一巴掌最终没有落下。苏振华看着苏婉满是伤痕的脸和空洞死寂的眼神，手终究是没能打下去。苏婉，你走吧。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苏家的人，我们苏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好，这可是你们说的。从今以后，我苏婉和苏家和顾成宇和苏雪再无任何关系。苏婉转过身，拖着她残破的身体，一步步向露台走去。18年的亲情，3年的爱情都如梦幻泡影，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露台的风很大，吹得苏婉身上的外套猎猎作响。她站在天台的边缘，脚下是100米高的高空，楼下的车水马龙像蚂蚁一样渺小。身后传来了一群人的脚步声。苏婉，你要干什么？快下来，危险！姐姐，你不要做傻事啊！你快下来，我什么都答应你。我不和成宇哥结婚了，我们把一切都还给你，好不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现在才说要把一切还给我，早干什么去了？小婉，你听妈妈说，快下来，有什么事我们下来好好说，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好说，现在才想起来要好好说。当初你们把我关在房间里，任由张妈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好好说？当初你们为了苏雪跟我断绝关系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好好说？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苏婉，别耍性子了，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让我们愧疚吗？你快下来，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你。耍性子？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在耍性子吗？苏明，你醒醒吧，苏雪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善良，她是个骗子，她一直在利用你们的同情心，利用你们对她的愧疚来伤害我。苏婉，不管怎么说，我们养育了你18年，你就算不看在我们的面子上，也看在这18年的情分上，别做傻事，好不好？18年的情分，他们早就把这18年的情分抛到九霄云外了。苏婉不再看他们，目光投向远方。楼下已经有人发现了天台上的情况，发出了阵阵惊呼。没过多久，消防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很快，一张巨大的消防气垫在楼下被缓缓展开。没事的，有气垫，他死不了的，他就是想吓唬我们，他就是想让我们愧疚。苏婉，别再演了，下来吧，这种博取同情的把戏太低级了。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谈，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我是苏明，对，楼上的人是我妹妹，她就是在闹脾气，想博取关注。你们把气垫撤了吧，别占用公共资源了，我们自己会处理。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爱人，他们宁愿相信苏雪的谎言，宁愿撤掉能救我命的气垫，也不愿意相信我，不愿意给我一丝一毫的机会。他们竟然真的想让我去死。好，好得很，开始吧。任务确认，倒计时开始，3、2、1。
系统的倒计时即将结束，一切都到了最后的时刻。再见了，这个世界。他像一片失去支撑的羽毛，从100米高空坠落，风声在耳边呼啸。不要啊！怎么会这样？女儿，你回来！快拉住他！妹妹，他在急速下坠中，看着众人的表情，心中满是嘲讽。哼，我活着时你们弃我如敝履，现在装什么痛不欲生？地面离他越来越近，楼下的人群和那撤掉一半的消防气垫清晰可见。一声沉闷的巨响，他重重的摔在了地上。终于解脱了。任务完成，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1亿元人民币，正在脱离世界。再见了，这个肮脏的世界。这是哪里？我不是死了吗？宿主，你已完成任务，现在即将脱离当前世界。真的解脱了，以后再也不用面对那些人了。宿主，奖励已经发放，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好，我准备好了。他带着1亿元的奖励，告别了这个让他痛苦的世界，即将开启新的人生。苏婉坠楼身亡的消息如炸雷般在全网炸开，相关词条霸占热搜榜首，舆论如潮水般涌向苏家和顾家，两家产业遭受重创。林月在苏婉死后第3天，将录着张妈供词的录音笔交给警方，警方传唤苏雪。苏雪，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警察同志，我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啊。然而，苏家别墅走廊的针孔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承认，养父母是当地有名的善人，是我为了回苏家，故意划伤自己编造被虐经历。抑郁症病历是买通医生伪造的，被推下楼梯也是我自己滚下去的。那你日记里那些嫉妒苏婉的话也是真的？是的，我嫉妒她能得到那么多人的爱。苏明拿着警方调取的证据，在苏婉房间坐了一整夜，看着房间里的物品和合影，他的内心痛苦万分。我真是个傻子，我怎么就没看清他的真面目？第2天，苏明剃光头发去了城郊的寺庙，他给苏婉留了封信。婉婉，我要青灯古佛一辈子，替苏家赎清欠你的罪。苏振华得知真相时，正在给苏雪办保释手续，他当场中风，虽然保住了命，但成了植物人，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婉婉，是妈妈对不起你。顾成宇把自己关在婚房里，反复看苏婉坠楼的视频，看到苏雪的日记后，他去查车祸真相。是我错了，是我瞎了眼。顾成宇找到苏雪，掐住了她的脖子。你毁了婉婉的一生。救命！第2天，顾成宇从婚房阳台跳下，口袋里揣着遗书。婉婉，快醒醒，再不起飞就赶不上看日出了。好美啊！苏婉真的回来了，回到了没有苏家、没有顾成宇、没有苏雪的世界。她带着林月环游世界。婉婉，你现在还恨他们吗？不恨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配。夕阳落下，星星闪烁，苏婉知道，属于她的新生才刚刚开始。冬夜的医院长廊像条无尽的冰冷河流，消毒水味弥漫。待产室里，温巧正承受着宫缩剧痛。富川正背对着她接电话，手机那头传来女性啜泣声。依依，别怕，我马上过来。挂断电话，富川转过身，对上温巧绝望目光，眉头微蹙。巧巧，小妈皮肤饥渴症又发作了，情况很不好，我必须得过去一趟。富川，孩子，医生说情况可能不太好。你委屈一下吧，当初你给我捐肺，那样大的手术你都挺过来了，生个孩子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小妈的身体一直不好，照顾长辈是第一位。温巧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化作无声哽咽。富川直起身，整理袖口，朝门口走去。又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只要周依依需要，他总会抛下我。富川的脚步声在走廊渐行渐远，温巧闭上眼，回忆过往，腹部坠痛加剧，温巧蜷缩起身体。这时，枕边手机屏幕亮起，是周一发来的照片。这一次，我不会再等了。温巧颤抖着手指，点开富的对话框，发送了照片，随后瘫软在床上。世界一片虚无的白，温巧在尖锐耳鸣和刺眼灯光中恢复意识，身边空无一人。姑娘，你醒了？你昏睡好久了，身边也没个人。我看你嘴唇干，想给你喂点水，又不敢乱动。阿姨说完，伸手按响了床头的护士铃。很快，医生和护士走进病房。傅太太，关于您的孩子，孩子出生后，我们立即进行了全力抢救，但非常不幸，因为先天发育不足，多重器官衰竭，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温巧脑子嗡的炸开，医生后面的话变得模糊不清。孩子，我的孩子。温巧猛地掀开被子要下床，医生和护士连忙上前按住她。让我看看，求求你们，让我看看他，我的孩子。傅太太，这是我们按照惯例留下的孩子的胎发，您节哀。温巧颤抖着接过信封，一整天呆愣的坐在病床上，窗外天色由明转暗，她毫无所觉。这时，枕边手机屏幕亮了起来。巧巧，你千万别介意啊，都是我的身子太不中用了，这皮肤饥渴症一发作，
身边没个亲近的人就心慌的厉害，只好麻烦阿川回来一趟，真是对不住你了。接着是几张图片，温巧看着照片，心中痛苦至极。发送成功提示弹出，温巧将手机扔回床头，重新躺下，拉高被子蒙住头。公公收到照片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立刻打电话给富川。富川，你马上给我回来，看看你干的好事。爸，怎么了？这么大火气？你自己看手机，马上回来解释清楚。富川挂了电话，看了照片，脸色一变，急忙赶回家。爸，这照片怎么回事？你和周依依到底怎么回事？你把温巧置于何地？她刚失去孩子，你就干出这种事？爸，这是误会。周依依身体不好，我只是去照顾她。照顾到床上了。你看看这照片，成何体统？温巧刚经历丧子之痛，你却这样伤害她，你还有没有良心？爸，我知道错了，我会处理好的。叔叔，都是我的错，是我身体不好，缠着阿川，您别怪他。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明知道温巧刚生产，还做出这种事来挑衅她，你安的什么心？叔叔，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依赖阿川了。爸，您别责怪依依了，是我没处理好。你们两个，一个不懂得责任，一个不懂得分寸，我真是失望透顶。你要是不处理好和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别想继承家里的产业。爸，您别这么说，我会解决好的。富川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愤怒的父亲和两个女人。而温巧在医院里虽然做出了反击，但心中的伤痛却难以愈合。手机在温巧掌心中震动，屏幕上富川二字格外刺眼，他盯着看了很久，终于划开接听键。温巧，你什么意思？我只是在帮小妈缓解不适，你把照片发给爸爸是什么意思？思想肮脏的人看什么都龌龊。温巧张了张嘴，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不就是没陪你生孩子吗？自己处理好情绪，把孩子带回来。我不想在家里吵架。说完，富川不等温巧回应，便挂断了电话。温巧举着手机，听着忙音，只觉得荒谬的可笑，泪水涌出。什么出息？温巧抬头，看见头发凌乱、额角带汗的陆云舟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大堆生活用品和食物。他把东西放在桌上，走到床边，看着温巧哭花的脸。才嫁给富川3年，就把自己糟践成这副样子。这句话击溃了温巧最后的防线，她像个迷路的孩子般放声痛哭。别哭了，刚做过手术，眼睛会坏的。富川去而复返，脸色铁青。周依依依偎在他身边，一身水红色旗袍，手指自然地搭在他臂弯里。温巧，你诬陷我和小妈，原来是在医院私会情夫。云舟，我不想看到他们。医院禁止喧哗，你妈没教过你吗？哦，我忘了，你妈只顾着找你治疗皮肤饥渴症了。温巧，我要跟你离婚。富川死死盯着温巧，期待看到惊慌或哀求。然而温巧只是木然地坐着。离了婚，孩子是我们富家的，你别想带走。等一等，富川。富川脸上闪过一丝得意，似乎在等待温巧的求饶。温巧拉开床头柜，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推向他。如你所愿，我们离婚吧。消毒水的气味被淡雅的香氛取代。窗明几净的私人病房里，阳光透过纱帘，在地板上投下柔和的光斑。温巧靠在床头，手中握着那个装着胎发的香囊。孩子，你若还在该多好。陆云舟看着温巧，眼底满是心疼。巧巧，别太难过了，你要振作起来。我知道，我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温巧请陆云舟帮忙，为孩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孩子，妈妈把这份爱和悲伤都埋在这里，你一路走好。做完这一切，温巧开始努力让自己好起来。她开始行走、画画，甚至有了出国的打算。放心去，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在你身后。可我总觉得对不起那个孩子。将养了半个多月，温巧身体恢复的不错，出国的念头也愈发坚定。就在这时，富川的信息打破了他的平静，手机屏幕亮起，富川的名字突兀的跳了出来。温巧看着信息，手指停在冰冷的屏幕上。既然要离开，有些事确实要断干净。冬日的夜晚来得格外早，寒风凛冽。温巧裹紧羊毛大衣，独自站在富家大宅的铁艺门外。少爷没说您今晚会来，您请回吧。富川，你到底什么意思？就在温巧心冷如冰的时候，富家老管家匆匆赶来。少奶奶，您快请进，外面太冷了。家里的布置变了不少。温巧踏入宅邸，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餐厅里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温巧的出现打破了和谐的气氛。温小姐架子真是大的很，来家宴都要迟到，让我们一大家子人等。离婚还有什么文件要补充，尽快解决吧。饭我就不吃了。这里坐着这么多长辈，你就是这种态度？小妈怀孕了，这场家宴是贺喜，你别在这里扫兴。离婚的事稍后再说，快过来，给小妈敬杯酒。原来如此。孩子呢？你怎么没把孩子带来？温巧正欲开口，周依依却突然掩口发出一声干呕。哎呀，可能是这味道太……怎么了？
依依，是不是不舒服？两人瞬间将温巧遗忘在角落。既然暂时走不了，何必亏待自己？酒酣耳热之际，富川似乎才又注意到角落里的温巧。孩子还没取名吧？就叫彤彤吧。你不是最喜欢梧桐吗？不用了，他用不上了。什么意思？你给他取好名字了？还是你那个老相好陆云舟给他取了？我不同意，他是我的孩子，必须跟我姓。对了，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餐厅里热闹喧嚣，富川脸颊泛着酒后薄红，深邃眼眸蒙着醉意。温巧看着他，心中满是厌恶。他怎么能在提及孩子时露出这样一副慈父的神情？这皮相下全是虚伪。温巧压抑已久的悲痛与愤怒如火山爆发，他用尽全身力气抬手。这一巴掌是你应得的。温巧，你发什么疯？我发疯？富川，你不觉得现在才来问孩子是男是女太晚了吗？哪里还有什么孩子？他死了，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富川愣住，而周依依扭着腰肢走了过来。巧巧，不来祝贺我有孕吗？富家添丁是大喜事，你这样太没教养了吧？祝贺？我倒是担心，不知道这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到时候场面尴尬，不好收场。再不济，我的孩子能生下来，在富家享受荣华富贵。你的呢？呵，你都做了什么？你对我的孩子做了什么？你猜，这香囊看着倒别致，就当是送给小妈的贺礼吧。还给我！周依依将香囊扔进壁炉，温巧像被激怒的母兽冲向壁炉。不！富川和他父亲冲过来，全都围在周依依身边。巧巧，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推小妈？她怀了身孕，你也是做过母亲的人，怎么能这么狠心？你也是做过母亲的人，这句话让我对你仅存的留恋彻底粉碎。温巧默默从口袋掏出手机，解锁屏幕，按下3个数字。喂，我要报警，这里有人故意伤人，并且涉嫌谋害我死去的孩子。餐厅瞬间死寂，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温巧身上，一场风暴即将来临。餐厅里气氛紧张，温巧揭露孩子死去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你说什么？什么死去的孩子？温巧，这种事你怎么可以拿来开玩笑？你疯了吗？巧巧，这种话不可以乱说的呀。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怎么能为了污蔑我，就诅咒自己的孩子呢？那是一条小生命啊。富川，你有一次去看过孩子吗？你有去问过主治医生，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己不会去看病历，不会去问吗？巧巧的孩子没了。天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有跟家里说一声呢？该不会是孩子的来历不明，不好和家里交代吧？温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只要他还活着，我可以不介意他是谁的。你告诉我，孩子还活着吗？富川，你真是无耻的超乎我的想象。好了好了，川儿，你就少说2句吧，反正现在也死无对证了。巧巧没了孩子，心里肯定难受，你就别再追究了。当务之急是让巧巧养好身子啊。哼，不管是真是假，我会查清楚。我喊你回来，本就是想说离婚协议里孩子抚养权的问题，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还要瞒着我。温巧，你真令我觉得恶心。恶心！警笛声由远及近，打破了餐厅里的紧张气氛。刚才是谁报警？警察先生，那是误会，我们都是一家人，这就是一点小纠纷，劳烦你们跑一趟了。不是误会，是故意伤害。富川先生打了我，而这位周依依女士刚才亲口对我说，她早知道我的孩子活不下来。我要求报警，要求彻查我孩子夭折的真相。家暴取证？不是家暴。我和富川先生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在法律上已无婚姻关系。他刚才的行为是故意伤害，而周依依女士涉嫌谋害。众人被带到警局配合调查，警局里灯光冷白。因为温巧的伤势经法医初步鉴定仅为轻微伤，加上周依依怀孕的特殊情况，以及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孩子夭折与周依依有关，富川和周依依在经过一番教育和警告后，便被允许离开。巧巧，依依她，小妈她对我有恩。当年我车祸致盲，躺在医院里，觉得人生无望，是她不停的鼓励我，支撑我，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果不是她，在我出意外的时候，我可能就已经寻短见了，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所以你就能纵容他害死我的孩子，所以你就能为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抛下我。巧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我只不过是多关照了一下有恩于我的长辈，你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偏激，甚至做出残害孩子来诬陷他的事情？说完了吗？我说离婚，当初只是为了跟你赌气。温巧，
富太太的身份，多少人求之不得，你真的狠得下心不要了吗？好，温巧，你好样的，你别后悔。温巧走向一直安静等待着的黑色轿车，夜色浓郁，温巧将富川和他那句苍白无力的威胁彻底隔绝在了冰冷的窗外。午后阳光暖意融融，私人医院的露台之上，温巧正看着手机，陆云舟走上前，别看了，脏眼睛。我只是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提交了离婚申请？如果没有，我不介意去法院起诉离婚。让我来处理。2个月过去，温巧身体恢复良好，还拿到了国外艺术大学录取通知。然而，一段视频引发网络风暴，公寓楼下出现了不速之客，毒妇、杀人犯，就是豪门毒妇，不得好死！陆云舟当机立断，带温巧搬至隐蔽住所，但舆论仍在发酵，不能再这样下去。温巧找到私家侦探，重金要求追查源头。温小姐，发布源头确实来自富家内部网络，技术手段很隐蔽，但追查到底就是那里。果然是他。在私家侦探牵线下，黑客获取了周依依私人小号内容。温巧看到后震惊愤怒，原来如此，我的孩子是被他蓄意害死的。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要找到更多、更直接的证据。我要让周依依为他做过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既然如此，离婚诉讼也该一并提上日程了，彻底做个了断。不久后，法院传票分别送达富川与周依依手中。温巧用新账号发布动态，宣战意味十足。我是网络传言中富川先生的前妻温巧，近日针对本人的大量不实信息均为恶意编造杜撰，以严重损害本人名誉，并对本人造成极大精神伤害。本人已通过法律途径启动相关诉讼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真相如何？恭请各位关注周3下午2点，法院庭审全程直播。法院的传票在富家激起千层浪，而温巧在社交媒体的宣战书更是让某些人神经紧绷。周3下午2点，温巧来到法院，在此见到了富川和周依依。巧巧，你有必要做到这么绝情的地步吗？你想离婚，我成全你，可你为什么还要污蔑小妈？你就那么恨她吗？非要把我们富家的脸面踩在脚下？是，恨之入骨。说完，温巧挺直脊背，与身旁的陆云舟及律师团队一起大步迈进法庭。庭审开始前，富川试图与庭审人员交涉。法官大人，周依依女士怀有身孕，身子娇弱，受不得刺激，能否让她提前离席？肃静，现在开庭。网络直播通道开启，在线人数飞速攀升，弹幕和评论不断滚动。原告温巧，本庭现据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人周依依谋害你孩子这一核心事实，要求你出示证据。富川坐在被告席不远处，注意力却全在周依依身上。法官大人，我方将出示第一组证据，来源于被告人周依依的私人社交账号。巨大的电子屏幕亮起，周依依私密账号的文字记录投射在上面。这些都是我私密发布的，你们怎么能拿到？这些都是我心情不好时胡乱写的，是臆想，不能当真的。臆想？那么，请法庭允许我方出示第二组证据。屏幕上画面切换，出现不堪入目的私密照片。周依依与她名义上的继子及我的当事人丈夫富川存在长期不正当关系，这就是他处心积虑谋害我当事人孩子的直接动机。关掉，把他关掉。法警立刻上前制止了富川。反对，法官大人，这些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侵犯个人隐私，应予以排除。法官大人，我方在获取这些电子证据前，已依法向法院申请并获得了调查令，所有取证过程完全合法合规。对方律师顿时语塞，额角冒汗，狼狈地翻动着手中的卷宗。周依依死死咬住下唇，全身细微颤抖。此时，网络直播评论区彻底爆炸。原告方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是的，法官大人，我方提请出示最后2份关键证据。屏幕上首先出现药品购买记录截图和对话，接着是富家监控录像。这药需要连续服用至少半个月方能起效，而这半个月将毒药亲手递给我当事人的，正是她的丈夫富川。这是真的吗？依依，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说话啊，那上面写的，我眼盲时候照顾我的人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周依依，你到底还骗了我多少？你说啊。肃静，被告人富川，请注意法庭秩序。但富川已然失控，最终被2名法警强行带离法庭。喧嚣远去，法庭内只剩令人窒息的寂静，所有目光聚焦在被告席上的周依依。温巧静静地坐在原告席，心中没有快意，只有冰冷的平静和永不磨灭的丧子之痛。富川被法警架离法庭，那绝望的嘶吼还在走廊回荡。庭审在诡异的寂静中继续。被告人周依依犯故意伤害罪，情节恶劣，致他人胎儿死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鉴于被告人现怀有身孕，依法准许其申请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缓刑二字一出，网络直播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庭审结束，人群开始散去。温巧在陆云洲的陪伴下刚走出法庭，傅川踉跄着堵在了他面前。巧巧，听我说完好吗？巧巧，就一句，再听我说一句话。我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是我亲手害死了他。巧巧，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周依依说她曾在我车祸时照顾过我，我一直对她心存感恩。她突然成了我的小妈，我才恍惚了。但我刚刚查清楚了，当年照顾我的人根本不是她，是你。巧巧，是你，对不对？你在大学时参加过志愿者，去过城南那家疗养院，照顾过一个因为车祸失明的年轻人，是不是？那个人就是我啊。傅川，你在恶心我这件事上还真是天赋异禀。我知道你怨我，都是我活该，我辜负了你，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你不原谅我是应该的。够了，什么恩情都是狗屁，你就是贱，你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你就是喜欢那种偷来的得不到的刺激，你就是喜欢周依依那种货色。法庭判决后，傅家这潭浑水被彻底搅动。傅川父亲坐在客厅，看着直播里不堪的画面，这简直是丢尽了傅家的脸面。亲子鉴定报告摆在面前，白纸黑字让他如遭雷击啊！傅川父亲中风被紧急送来医院，躺在病床上口不能言。傅川在一旁满脸阴郁，爸，怎么会变成这样？傅父倒下前，让人强行带周依依来医院流产，准备手术。不要！周依依身体恢复后被执法人员带走。周依依，跟我们走，开始服刑。不，为什么会这样？傅川开始频繁给温巧打电话，汇报家里的变故。巧巧，爸爸中风了，周依依那个毒妇也被抓进去了，他孩子果然不是我的，一切都如你所愿了，我真的已经改了，我们都受到了惩罚，我们可不可以？傅先生不停打电话骚扰别人的女朋友，是非常不礼貌，甚至可以说是骚扰的行为。你和你那位小妈之间惊世骇俗的禁忌之恋，还是留着自己慢慢回味吧。这些功绩就不必特意向我们汇报了。你啊，还挺小心眼的。我不是小心眼，我只是想杜绝一切还可能伤到你的存在。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已经错过了你这么多年，眼睁睁看着你走进那段错误的婚姻，却无能为力。接下来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名正言顺的，时时刻刻的做那个守护在你身边的人。不久后，温巧和陆云洲准备飞往异国他乡。温巧手中握着艺术学院录取通知书，总不能让我家巧巧一个人在外面辛苦，我得去盯着，顺便赚点老婆本。我终于要开始新的生活了。飞机冲上云霄，温巧望着窗外逐渐缩小的城市轮廓，过去的都过去了，未来我要勇敢前行。异国天空高远湛蓝，温巧如愿进入心仪的艺术学院，在这里，她像干涸土地逢甘霖，努力汲取知识。画笔和颜料就是我的新语言。陆云洲的工作室在学校附近，他默默陪伴着温巧成长。别太累了，慢慢想。谢谢你，云洲。当温巧因文化差异和课业压力低落时，陆云洲带她来中餐馆，尝尝这个熟悉的味道。还是家乡的味道最暖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温巧在学业和陪伴中逐渐改变。我好像可以面对过去了。你一直在进步，我都看在眼里。一封来自国内律师的加密邮件打破了这份平静。傅川，他去世了，还把遗产留给我。画展的场地我已经最终确认了，策展人希望你能提前去看看效果。我的大画家现在是不是该纠结一下，开幕那天要穿哪条战袍了？对呀，是穿那条宝蓝色的更显气场，还是那条香槟色的更温柔些？慢慢选，都好看。温巧重新焕发出活力，过去的沉重被抛到九霄云外。那个被困在冬日梧桐冢里的他，已真正走出来，奔赴在属于自己的光芒征途上。画展的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进行着，温巧全身心投入其中，陆云洲也一直陪伴在侧。这里再调整一下，这幅画和那幅的顺序换一下。好，听你的安排。画廊布置完成，温巧站在中央，看着自己的作品，心中感慨万千。这些作品见证了我的成长。画展开幕，温巧身着简约的深空蓝长裙，和陆云洲一起迎接来宾。欢迎各位光临，感谢大家前来。温巧在根系画作前停下脚步，导师走了过来。这幅画充满了哀悼，但更重要的是，它讲述了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和反抗。悲伤成为了滋养新生的土壤，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谢谢您，老师。画展非常成功。一个傍晚，温巧和陆云洲在公寓露台看日落。傅川留下的那笔遗产，你打算怎么处理？捐掉吧，以那个孩子的名义，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儿童。傅川用他们赎他的罪，而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带来一些美好。好，我来安排。又过了一会儿，
陆云洲神情严肃的拿出一个丝绒盒子。巧巧，我知道，婚姻这个词可能曾带给你太多的阴影和痛苦。我不要求你立刻忘记，也不要求你立刻答应。这枚戒指用的宝石来自你第一次卖出画作时的那笔收入，我偷偷留了一部分，请人设计制作而成。它不只是一个承诺，更像是一个陪伴的邀请。我想继续陪着你，看你的画挂满更多的展厅，看你实现所有的艺术梦想，看你的人生绽放出连你自己都预料不到的光彩。你愿意让我一直拥有这个资格吗？云洲，我们慢慢来。好，我们慢慢来。温巧在异国一个面朝大海、开满鲜花的宁静墓园里，为早夭的孩子选择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你永远活在我心里，但你不再是枷锁。我会带着你的爱走向新的生活。时光流转，温巧在异国的学习生涯接近尾声。她的毕业作品10系列画作在学院年度展上引起轰动。这些画是我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你做到了，你的作品很有力量。毕业典礼这天，陆云洲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看着温巧上台领取证书。毕业后，温巧签约画廊，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一天，陆云洲接到处理富川遗产事宜的律师电话。温巧，律师说处理富川遗产的事，你有什么想法？把这笔遗产以念出慈善基金的名义捐赠给公益机构吧。好，我去确认手续。手续办妥那天，温巧独自一人在画室，对着空白画布流泪。孩子，这笔钱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意义，你也安息吧。生活平稳向前，陆云洲接到紧急工作电话要回国。临行前夜，他试探性的问温巧，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看看？好，是时候了。飞机落地，陆云洲去处理公务，温巧独自来到傅家老宅。曾经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这时，温巧的目光被树桩旁的绿意吸引，竟然有梧桐树苗，它们真顽强。第二天，温巧约见了老管家。姑娘，后来傅家败落了，富川消沉，傅父中风离世，宅子被债主查封。您别激动，慢慢说。接着，温巧约见了当年的主治医生。医生，当年他走的时候痛苦吗？没有，他太小了，还没有完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他是在沉睡中离开的，很安详。陆云洲处理完公事找到温巧，他正坐在江边长椅上。都结束了。都结束了。1周后，他们启程返回。这一次，我心中再无牵挂。几个月后，温巧的新画展开幕，归墟画作放在最中央。这是终点吗？不，这是起点。窗外，春日的梧桐树正抽发着嫩绿的新芽，生机勃勃。返回异国的生活平静而美好，温巧的艺术家生涯蒸蒸日上。陆云洲的工作室也发展良好，他们住在带有宽敞露台的公寓里，生活交融。现在的生活真好，我的作品能被更多人认可。是啊，你越来越棒了，这些话剧你肯定用得上。一天午后，温巧在书房收到了周依依从监狱发来的邮件。原来他在监狱里是这样的感受。邮件里周依依充满忏悔，温巧看完后内心已无波澜。有些过往就让它过去吧。几天后，温巧和陆云洲受邀参加慈善晚宴，他们穿着得体，携手入场，吸引了众人目光。温小姐，哦不，现在该叫温画家了。看到你现在这样，真好，真好。哎，傅家没福气啊。谢谢你的祝福。老傅走的时候不安详，傅川后来去看心理医生，重度抑郁。那场意外或许对他也是解脱。都过去了。我知道。晚宴结束，温巧和陆云洲沿着河岸散步，晚风清凉。下个月我在纽约的个展，策展人希望我创作一幅大型装置作品。听起来是个挑战，需要我这个免费劳力做点什么？可能需要你帮我运点材料。云洲，我想把工作室搬到纽约一段时间。好，我把这边工作安排一下，陪你过去。你在哪？我的工作室就在哪。有你在真好。夜色温柔，温巧的归途是回归内心的自我，她的启程永无止境，未来可期。5年后，在纽约切尔西区，温巧的个人工作室充满了艺术气息。她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个蒙尘的硬皮素描本，这里面记录着我曾经的迷茫啊。找到什么宝贝了？你看看这个。你已经找到春天了。不，你就是春天本身。现在心里好宁静。几天后，温巧收到国内顶级美术馆的邀请，展览主题就定为涅槃与共生。布展期间，温巧亲自回国督导，做了大胆的布展决定，把早期和后期的作品这样并列，才能有冲击感。展览开幕，盛况空前，许多故人前来。温巧啊，你真是出息了。一路走来不容易，你的成就有目共睹。你喜欢这幅画？它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些事，感觉很痛，但是又感觉有希望。痛过的地方，最终会生出属于自己的力量。相信时间，也相信你自己。展览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个特殊的装置，所有过往都在这里开始。庆功宴后，温巧和陆云洲来到墓园。我做到了，我把我们的故事变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光和力量。你可以安心了。回家。
回家，生命中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未来，我们一起走。